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物价飞涨，几乎你能看到的一切产品价格都在上涨。现在人人都想应对通胀，让资产保值。美国政府周三的报告说，4月份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价格上涨了 0.8%， 这是10多年来最大的月度涨幅，而且同比通货膨胀率达到了自2008年以来的最快上涨速度。二手车价格的空前上涨是上个月美国通货膨胀率猛增的最大原因。上个月，美国二手车的平均价格飙升至历史最高的$25,463美元，这比去年4月份的二手车价格平均高出了$2000美元。这是二手车平均价格首次超过$25,000美元。4月份 4.2% 的总涨幅中，近1/3是二手车价格上涨导致的，涨幅为10%。这是自1953年政府开始追踪这个价格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。二手车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芯片短缺，以及座椅泡沫和塑料供应链等问题，导致生产的新车数量大幅减少，增加了二手车的需求。不仅是普通消费者，现在就连租车公司都开始进入二手车市场，购买所需的车辆。结果，二手车的有限库存导致了二手车创纪录的价格，通常折旧的资产现在却一直在升值。其实，二手车价格飙升也带来一个好处，那就是你的汽车可以以更高的价格以旧换新。美国上个月新车零售量预计将达到132.55万辆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11%，与2019年4月相比增长了21%。大多数分析师表示，随着产量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，汽车的价格上涨只是暂时性的。在疫情时代，大家减少乘坐交通工具，导致汽车销量飙升。这种趋势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消失，一切都会回归正常。除了食品价格上升以外，上个月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也上涨了 10.2%， 酒店和汽车旅馆的房价上涨了 8.8%， 汽车租赁价格上涨了 16.2%。在疫情引起的家用电器需求激增的推动下，洗衣设备的价格上涨了近 24%。这些都对通胀率的上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对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忧加剧，导致本周股价急剧下跌。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还在加速上涨的时候，会使购买力下降，并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迅速提高。但是，由于美国近10年来通胀率一直持续低于美联储设定的 2% 的年度目标，因此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正处在不可控制的高通胀之中。可是，企业、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通货膨胀率过高的担忧正在加剧。他们对通货膨胀率担忧的背后是什么？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席卷了整个经济，原材料短缺提升了成本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，而且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多次经济刺激之后，人们手里充斥着现金，这进一步加剧了通胀。一般情况下，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导致工资上升。因为工人会要求薪资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，薪资收入上升又会加剧通货膨胀，因为公司只有进一步提高价格，才能抵消员工工资的上涨。最近，包括亚马逊在内的一些公司都提高了工资。美联储认为通货膨胀可能只是暂时性的，主要原因是公众迫切希望通货膨胀能够得到有效控制。如果公众期望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2% 左右，那么即使出现商品价格的上涨，消费者和企业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。企业不会向客户收取更多的费用，因为他们希望这种成本增加只是暂时性的。工人通常不会要求大幅提高工资，以抵消更高的价格。尽管如此，一些专家指出，最近通货膨胀率上升可能迫使美联储早于预期加息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